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王鹤棣同框引爆 CP 粉狂欢，从荧幕情侣到内娱好同桌的边界探讨。在内娱这个被避嫌文化与 CP 幻觉反复拉扯的名利场里，白鹿与王鹤棣的同框像一颗投入水面的石子，激起的不是喧哗泡沫，而是一圈圈耐人寻味的涟漪。微博世界大会那场镜头定格的那一刻，没有刻意的亲密，也没有营业式的对视杀，却让无数观众瞬间破防。白鹿与王鹤棣并肩而坐，低声交谈，笑意自然，神态松弛。那是一种很难伪装的状态，不是我要让你克，而是我在你身边很自在。于是鹤颜悦色4个字在当晚悄然登顶热搜。以爱为营中，实验与郑书意的爱情建立在高密度情绪输出与极致暧昧张力之上。镜头之内是对视、靠近、失控，镜头之外却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叙事。拍摄花絮里，两人互对成瘾，接梗速度堪比说相声。路演活动中，彼此熟忍却从不越界，即便被媒体与粉丝反复放大，也始终维持着清醒而克制的分寸。而正是这种反差，让观众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真正的浪漫并不一定来自像不像恋人，而来自懂不懂彼此。在微博世界大会那场3人同框的画面尤为微妙，王鹤棣、白鹿、赵露思组成的临时3人组，气氛轻松到几乎不像红毯后的内娱社交。当赵露思短暂离席，白鹿与王鹤棣之间并没有刻意回避镜头，反而自然接续话题。王鹤棣为白鹿整理裙摆时，手悬空停顿，视线刻意避开，被网友逐帧分析为教科书级分寸感。白鹿拍他手臂大笑的瞬间，又毫无防备，像多年并肩作战的老搭档。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评价，这是那种你演我信，你不演我也信的关系。双引号。如果说上一代艺人面对异性合作时习惯于越红越疏远，那么白鹿与王鹤棣显然更接近新世代的社交逻辑。在奔跑吧路透中，两人被刻意分开站位时，用夸张的握手锁动作表达抗议。白鹿一句笑着的就是，既点破综艺设计，又不破坏整体效果。那不是暧昧，而是一种我们站在同一阵营的默契。这种被网友称为显眼包有意的状态，正在逐渐成为内娱年轻艺人的新模板，不靠暧昧吊人胃口，也不因流量刻意疏离，而是坦然展示合作后的信任与舒适。回看两人的合作轨迹，会发现一种极其罕见的节奏感。拍戏期间互动密度高，但情绪不外溢，剧播结束合体减少，却不刻意切割。重要节点如生日、纪念日、卡点祝福恰到好处，从不喧宾夺主。2周年纪念日那张毕业合影，被粉丝称为时空重叠的仪式感，不是复刻恋爱，而是尊重共同经历。业内评价认为，这是营业的最高段位，不强行制造幻象，却让人始终愿意回望。肢体语言分析师指出，白鹿与王鹤棣的互动中始终存在清晰的边界提示，无持续性亲密接触，视线交流自然但不粘连，身体朝向更多是并列而非包围。这与剧中角色形成鲜明对照，也恰恰说明两人对戏内情感与戏外关系有着高度自觉的区分能力。真正成熟的演员，不是把角色活成自己，而是能在抽离之后依然保持尊重。从杨紫与张一山的兄妹模式，到吴磊与周雨彤的姐弟联盟，再到如今白鹿与王鹤棣的好同桌关系，内娱正在逐渐走出非黑即白的情感叙事。网友评论区里有这样一条高赞留言，他们像是那种下戏之后还能一起吐槽导演的人。双引号。另一位网友写道，看他们互动会安心，
不用担心塌房，也不用强行上头。双引号，这或许正是当下观众最渴望的状态，不被情绪操控，而是被真诚打动。对白鹿而言，他巩固了情绪真实、性格松弛的公众印象；对王鹤棣来说，他完成了从偶像投射到成熟搭档的形象升级。对作品与平台而言，热度得以长尾延续，却不透支信任；而对观众来说，终于可以在磕与不磕之间自由呼吸。需要承认的是，鹤颜悦色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情绪共振，并不是因为粉丝好骗，而是因为这段关系没有反复踩雷。内娱 CP 塌房的根源，往往不是没在一起，而是前后不一致。一边用极限暧昧收割情绪，一边在现实中急于切割，否认一切曾经被默许的情感投射。这种反差才是真正消耗信任的毒药。而白鹿与王鹤棣的聪明之处在于，他们从未否认观众的感受，却也从未承诺不属于现实的东西。网友评论区里有这样一句话，被反复点赞转发，他们像是在告诉你，你可以记住那段心动，但别把它当成现实作业。双引号，这不是冷处理，而是一种成熟的共情。过去，荧幕情侣的售后往往建立在强烈的占有欲之上，要频繁合体，要暗戳戳示好，要给粉丝制造只有你我懂的幻觉。但白鹿与王鹤棣恰恰反其道而行，他们的互动更像一种陪伴式记忆。你知道这段关系存在过，重要过，影响过彼此，却不需要被反复证明。在某次采访中，王鹤棣被问及合作感受时，用了一个很微妙的形容词：轻松。白鹿也曾在不同场合提到，跟熟悉的人工作，情绪会更稳定。双引号，稳定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稀缺的浪漫。从行业角度看，这种好同桌模式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商业范本，不制造不可控的绯闻风险，不透支艺人私生活，却依然保留足够的话题与情绪记忆点。一位业内策划在私下评价中提到，这种关系反而更适合长线合作。今天是同桌，明天还能再拍一部戏，后天还能一起上综艺，不会因为情绪反噬而互相避雷。双引号，换句话说，这不是降温，而是保值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内娱对异性互动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：避镜头，避话题，避同框，避一切可能被误读的瞬间。可问题在于，过度避嫌本身就在不断强化异性之间必然暧昧的刻板想象。白鹿与王鹤棣的选择是把一切摊在光里，不躲不藏不解释过度，结果反而是越看越清楚，越看越不需要脑补。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他们越坦荡，我越没兴趣给他们写爱情剧本。双引号，这听起来像反讽，却恰恰是最健康的观众状态。为什么现在的观众越来越愿意为这种边界清晰的关系买单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没人想再被当成情绪提款机。白鹿与王鹤棣没有用暧昧吊着粉丝，也没有在需要热度时突然亲密。他们的每一次互动都符合现实逻辑，而不是流量需求。这让观众产生了一种极其罕见的信任感。你看到的就是他们愿意让你看到的全部。有人会说，这样的关系不够克，可真正走得远的，从来不是上头最快的那一对。浪漫不一定是牵手、拥抱、对视10秒，有时候是在一群人中，你坐在我旁边，我不需要防备。是在节目效果与现实分寸之间，我们站在同一边。那种无需证明的默契，本身就足够动人。结尾，愿内娱多一点这样的刚刚好。白鹿与王鹤棣并没有试图成为内娱范本，
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在这个行业里反而显得稀有的事，保持真实，并且负责地对待作品，负责地对待观众情绪，也负责地对待彼此的边界。或许真正值得祝贺的，不是一段关系被命名为爱情，而是它没有被消费成泡沫。在一个习惯制造幻觉的世界里，这种清醒而温柔的铜矿本身就值得掌声。